可是我喝不动了，抱歉。小气。醒了？我这是在哪儿？几个指标都是阴性的，没什么事儿。那我怎么会突然晕倒？据我判断，应该是精神因素导致的急性焦虑症发作了。什么？急性焦虑症，这人的精神呢，就像橡皮筋一样，因为长期的高压工作，导致橡皮筋呢越来越紧。你可能平时没怎么在意，但是遇到扳机事件，就会砰的一声爆炸了。很多人都这样，律师、医生、银行家。你是做什么的？你说这什么橡皮筋儿啊，什么砰啊，有依据吗？我有心理医生的执照，每周日下午在精神病控制中心义务咨询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过来。好了，没什么事，你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家了。大夫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哦，他跟你一起送过来的，差点啊被你吓得早产，幸好没事。你今晚不能走啊，得留院观察。谢谢你啊，胡大夫。有事叫我啊。嗯。焦虑症，急性的。你担心林娜会把这事说出去？我们这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。我和他分别代表着不同客户的利益，而且我又砸了他的饭碗。你觉得他不会说出去吗？他不仅会说出去，还会大张旗鼓，添油加醋。那会怎么样呢？你平时用保姆吗？我用小时工。如果你知道你的小时工需要看心理医生，你还会用他吗？当然不会。你不仅自己不会用他，你还会告诉你的朋友不要再用这个人。这就是我的处解。失眠、头晕、耳鸣、心慌、昏倒，结合这些症状，我确定你就是焦虑症。你可能还会出现短时性的健忘和失语。你要引起注意了。这个给你。森田疗法。每次当你感觉有焦虑情绪，就把手环松一个。不用吃药吗？暂时还不用。昏倒一次不能说明什么，就像食物通过我们的消化系统，总会在身体里留下残余。你帮别人解决问题，这些问题其实有一部分都留在你心里。表面看起来没什么，日积月累，你的精神已经不堪重负。你在危言耸听。我是专业的，带上。我平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？先停止工作吧。开什么玩笑？那或者换一个工作。你现在不太适合做危机公关。适不适合我自己决定。你的工作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危机，都要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可是我游刃有余啊。那是表面上看起来，其实压力从未离你而去，都积累在你心里。
一旦碰到一个合适的临界点，就会突然爆发。我觉得你小题大做，我只不过晕倒了一次而已。如果下一次晕倒的时候，你恰好在开车呢？老大，田路情绪挺大，看着他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非要找到那个发布视频的人呢？想跟他私了啊？我觉得整件事情非常奇怪。哪奇怪了？这段视频把田路拍得太清楚了点儿。狗仔追的不应该是耿月吗？这应该是角度问题吧？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哎，你请的那位大神不是号称是超级黑客吗？查个 IP 地址要这么长时间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老大，来消息了。他查到了那个发布视频的 IP 地址，居然是学校的局域网。学生？是，他的名字叫紫色毒药。妈，我到浦东机场了，我现在回家。别回家，你现在马上打车到公司来。去公司？我去公司干嘛呀？别问了，快点。好的，你快。真得感谢这个耿月，要不是因为他出轨，彭坤基金和 DL 还是热搜榜的第1位。Stella， 有江总的消息了吗？我一早就给李总打了电话，他说江总没有联系他。李总还说了一句，这件事情要做长久打算，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就要找到解决办法。当务之急是要消除彭坤基金对 DL 的影响。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了，大多数人都已经认定江总和这个杜少坤同流合污了。如果不能尽快的摘清 DL 和彭坤基金的关系，那对我们影响很不好。很多大客户已经打电话问这个问题了。摘不摘得清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谁来摘清。你们两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江总虽然是 DL 的总裁，但 DL 毕竟不是他一个人的。我觉得我们应当考虑所有合伙人的利益。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？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都要以公司的利益为重。DL 绝不能被任何个人所拖累，国不可一日无君 ，DL 不可一日无主。原谅我这么说话，有点不近人情。我完全同意舒晴的意见，我已经通知了李总、蓝总还有邱总，他们一会儿就到。是要开董事会吗？是，开董事会，选新的总裁。这还有什么好选的呀？现在除了你 Stella， 就没有人能当得了 DL 的总裁。我选你。完全同意威廉的意见。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。董事会一共7个人，我们这儿才3票啊。邱总和蓝总 ，Stella 应该已经打过招呼了吧？这2天，邱总、蓝总一直在跟我通电话，他们比我着急。行啊，哥们儿，你这微博粉丝都上涨到6位数了，要火呀！你不该叫紫色毒药，你该直接叫香水有毒。你才有毒呢！说，这一单捞多少钱？要你管？我晚上请你吃饭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这就对了。
你们谁是紫色毒药啊？是你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明显比他紧张啊。我哪紧张了？你才紧张呢！你是谁啊你？出来一下，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聊聊。又来一摊。林总早。早。李总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是我们几个人的临时动议，请您过目。现决定暂时终止姜远鹏在达林传播的一切职务。同时提议任命司明镜担任达林传播公司的新任董事长兼总裁一职。什么意思？我解释一下，在 DL 传播，除了您和姜总，我的资历最老。请相信我对公司的感情。所以现在对 DL。我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责任，我这么做，完全是出于对公司利益的考虑。田路给了你多少钱啊？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段视频是你发的吧？高手，找着我了。你跟耿月有仇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他是明星。我遇到这种事情，我就随手拍下来了。随手拍的？对啊，我查过了，这段视频是在索菲特酒店门口东边的停车场拍的，拍摄的位置正好是一片小树林。那又怎么样？我那天恰好路过那儿。你路过哪儿都不奇怪，奇怪的是那片小树林前面正好停了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商务车，巧不巧？这两辆车正好应该遮住了你的视线，而你所在的位置望出去，只能望见两辆车之间的空隙。这么大的停车场，田路和耿月又偏偏绕到这两辆车的后面来亲热，偏偏又给你拍到了。你来给我解释一下。巧合？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巧合。从个人情感出发，我相信姜总的人品，也相信他的突然离开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但是现在，只要姜远鹏和第二有联系，彭坤案就像一把悬在我们头顶的剑，谁也不知道这把剑什么时候会落下来。这种混乱的局面必须马上遏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们两位对这个提案也都是赞成的了？李总，我们也是不得已。您是不知道啊，这几天我们几个就跟做贼一样，不论走到哪儿，不是被媒体围追堵截，就是被那帮讨债的追。DL 还从来没有如此狼狈过。李总，其实我们这么做也都是为了您和姜总，这叫弃车保帅。只要保住 DL， 无论姜总这件事情最后是如何定论，至少你们在 DL 的利益不会受损。我相信，您一定能够从大局出发。谢谢你，这么为我着想。一个巧合是巧合，这么多巧合凑在一起，就不是巧合了吧？我敢肯定，是田路故意带着耿月绕到那两辆车后面给你拍的。你和田路是串通好的。随便你怎么说，
反正你没有证据。我是没有证据证明你和田路是串通好的，但是我有证据证明你侵犯了我客户的隐私，我可以报警。你还真别吓唬我，我懂法。我告诉你，只要得到当事人的授权，他同意我拍完这条视频并且传到网上，我就不算犯法。谁给你授权了？田路吗？就算田路给你授权了，那耿月呢？我真的不是吓唬你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你的行为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说实话，田路说他能搞定耿月，没错，是田路让我拍的视频，可是田路说了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。何律师，你是公司的法律顾问，对于这个提案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今天其实就是来做个见证的。几位合伙人说的其实都是事实。目前公司的状况确实很糟糕，融资也停了，但最可怕的是人心不稳，谁也不知道江总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所以这几位有点着急，就把这个方案拿到董事会上来讨论。斯黛拉，江总对你怎么样？我的良师益友，我职业道路的领路人。那你为什么要背叛他？您言重了，我没有背叛江总，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公司的利益。我相信，如果江总现在处在我的位置，他也会做出和我同样的选择。你跟了江远鹏这么长时间了，看来你还不了解他。他是绝不会轻易抛弃任何同伴，尤其是在危难时刻。再说一次，请您以大局为重。淑琴，去请一下蓝总和邱总。好的。蓝总，邱总，二位久等了。Stella 说，两位的鼎力相助，他会记在心里的。相信他 ，BAL 会转危为安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这边请。我是耿月的危机公关顾问，是耿月让你来找我的。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和田路到底是什么关系了吧？我们没关系。田路是想利用耿月的绯闻上位，所以他一定不会找一个外人来拍他。你一定是他非常信任的人。田路不是想上位，时间长了，他就是想让耿月给他一个名分而已。他真的是没办法了。田路和耿月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半年。半年？半年前，耿月告诉他自己在走离婚手续，就是这样，田路才放心的跟了他。直到半年后，耿月依然没有离婚，依然天天在欺骗他，天天在敷衍他。田路不想当小三儿，所以他才找到我，让我帮他拍了这条视频发到网上去。继续编。我没编，哥。据我所知，田路和耿月才认识不到1个月。不可能。大半年前，耿月接了一个外地电视台的节目，一直都不在上海，直到2个月前才回来。而你一定知道田路那个时候在哪里，在干什么。你喜欢田路吧？不是，我跟他就是高中同学。然后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就来到上海了，我刚好考研也考到上海，在上海就偶尔能见一面。你说他找我帮忙，我能不帮他吗？
哥，你真的要告我吗，哥？看你喽。你要是配合我，我会帮你。何律师，可以表决了。可以。等等，哎，妈，怎么了？到哪儿了？应该还差2个红灯吧？快点啊！哦。不好意思啊，再等5分钟。等谁？一个重要的人。哥，电脑、iPad 还有这个硬盘都在这儿呢。哥，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面临着找工作，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我，你可得说话算话，你不能再来找我麻烦了。手机给我。手机你也要？不许留下任何证据，也别想着 copy。这件事儿就当从你的生活中抹去了。从今以后，田路和这件事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张卡里有4万块钱，密码是6个0。不是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应该的，就当我把你的手机、电脑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买下来了。拿着。记着，以后要做个好人，一定别再干犯法的事儿了，啊？4万，也用不了这么多呀。大家好，正式介绍一下啊，我的女儿江达林，我推荐她担任 DL 传播新任董事长兼总裁。何律师，可以表决了吗？可以。同意江达林担任 DL 传播董事长兼总裁的，请举手。我2票，这票是我自己的，这票是我丈夫江远鹏的。我说明一下，江总曾做过书面授权，如果由于特殊情况江总不能亲临现场，一切投票权利将由李总全权代表，是符合法律程序的。DL 江山是咱们一起打下的，如果因为远鹏个人的原因，让你们这些老朋友都遭受损失，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。怎么会呢？月如啊，你说这个话太见外了啊！我可一直都是支持你们家远鹏的。谢谢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但是事情呢，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。
我在想，现在当务之急，应该举荐一个新的总裁。我已经决定，让琳琳紧急回国，接替远鹏，出任达林国际的新总裁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琳琳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 ？Stella 几个小时前跟我谈过，希望我支持她当公司的新的总裁。Stella 一直都是公司的中流砥柱，于情于理，我觉得她都应该是。蓝总。哎呦天哪，对不起，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。我想起个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儿子小辉还在滨海吗？在啊。你还记得上次滨海那个推广案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我就想起来，当时远鹏跟我说，人家出了2000万，结果经过了一道中间商，最后到公司这儿就剩下了850万。因为我娘家的弟弟在滨海，所以远鹏就让我查一下。我这一查，一看中间商的名字叫蓝，你儿子叫蓝什么？蓝若辉。对，蓝若辉。我就跟远鹏说，那是蓝总的儿子啊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肯定就不能查下去了，所以那件事儿一直摁到现在。没事，蓝总，人嘛，不就得关键时候看，关键时候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。董事会一共7个人，现在是4票对3票。何律师，有效吗？有效。他这什么意思？把我们当什么了 ？DL 是他们老江家的，老爸走了，女儿继位世袭制啊！什么达林传播？达林，江远鹏其实从一开始就想把公司传给自己女儿。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，我们就是一帮顾命大臣，人家才是等着继承皇位的长公主。你这么激动有用吗 ？Dale 眼下的局面，就算是 Stella 当这个总裁，都不一定有把握应付自如。更何况这个江达林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一点从业经验都没有。我真的是不明白，李总怎么会这么糊涂？糊涂？我看他精着呢。他不就是怕 Stella 上位之后会威胁到他和江远鹏在公司的地位吗？老公跑了，自己又不好出面，就把女儿推上来做傀儡，还得到处防着 Stella。威廉 ，Stella， 你看需不需要我再找蓝总、邱总他们聊聊？没用的。我事前已经做过工作了，他们突然反悔，肯定是因为特殊的理由，不然你以为他们会蠢到把公司交给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？是我太大意了。我不想再跟你说了，我要回家。还要我说多少遍？你家门口现在一堆记者守着，你不能露面。我待在这儿太无聊了，你要么把手机给我，我要看微信。田洛，不要无理取闹。我们说好的，你现在不能跟外界联系。你们答应的要帮我，可
可这2天除了把我像个犯人一样关在这里，什么都没做，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，像个饭桶一样。我最后再说一次，在这件事情没有解决之前，你哪儿都不能去，这是你答应我们的。你们这是非法拘禁。知道词儿还挺多啊，非法拘禁。路易斯，让他走。老大，让他走。田洛，如果耿月不是我的客户，我1分钟都不会让你待在我家里。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轰出去。整件事情前前后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你比谁都清楚。你多大？23还是24啊？就打算靠骗人过一辈子吗？骗人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，知道吗？你不就想出名吗？出名得走正道。听话，这件事情解决之前，你老老实实待在我家里，什么也不许说，做个哑巴，不要再挑战我的耐性。你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，做人不要太贪得无厌。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是吗？滚蛋！我让你滚蛋！田洛，田洛，老大，你今天火气有点大。我见过紫色毒药了，这就是个局。妈，我爸到底出什么事儿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只是跟我说，去找杜少坤了。他上哪儿找啊？杜少坤如果真的是携款潜逃，怎么可能让我爸找到啊？你爸跟他几十年的交情，应该会有一些线索吧？几十年的交情，这么害我爸，这什么朋友啊？琳琳，这件事你先别管了，有妈呢。你现在只想一件事，就是如何当好 DL 总裁。妈，你说的好轻松啊！我当总裁还要当好总裁，我怎么当啊？你今天就当众宣布了，你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妈，你想想看，我一天小职员都没干过，现在一上来就是总裁，那可是总裁哎！你太开玩笑了吧？要当你当，我可当不了。什么呀？琳琳，你听好了，妈妈如果但凡有一点办法，我会这么做吗？你爸爸当初给公司起名叫达林传播，就是想有一天你能接他的班。只不过，现在这个时间提前了而已。所以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干得了也得干，干不了也得干。妈，不要再说了，你爸爸他是已经够我操心的了。对不起。从今天开始，公司的事就交给你了。
为什么你的人生会变成这样？你说话呀！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是不是？现在发现了吧？你自己什么都不是。可为什么偏偏是你啊？一样的。好的。就看你不顺。一样的。你做人的底线到底是什么？输赢对错哪个更重要？说啊！还有你，你是专业的，没错，同行公认的 top one， 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一样吃苍蝇？你认为你做的都是对的？可笑！你也喜欢24个比利啊？哔哩哔哩，哔哩哔哩。一个女孩一个人在这喝酒，感情问题啊？说了你也不信。那我猜猜啊，男朋友出轨了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那就是你劈腿了。是。男人女人来来回回不就这点破事儿吗？是挺没劲。你不会也爱上有妇之夫了吧？你再说一遍。推酒。哎，没事吧？我还以为你挺能喝的呢，4排就喝大了。就算是有24个我，到最后还得自己去面对。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叫你朋友来接你啊？帮你？帮我？他喝多了，照顾一下。没问题。他的单我一起买了。魏先生好，夫人在客厅呢。我都等了你1天了，我到底现在能不能出门啊？手机也不能开，朋友和粉丝都联系不上我。现在网上已经开始有粉丝在揣测我是不是被那个模特杀了。明天还有一档节目要录，我到底能不能去？闭嘴！你先回避一下，我跟何欣单独聊会儿。
该说的我昨天都已经说过了。还是要离，对吗？律师我都找好了。